当今社会，老实人三个字似乎成了一种标签，甚至有时候还带着些许无奈的色彩。每当我们说起某人是老实人，往往伴随着一声叹息，他太好说话了，总是吃亏。老实本不是坏事，它代表着真诚、可靠，是社会中的清流。但为什么老实人一走进职场，一踏入社交场合，就立马被识别出来，然后被拿捏得死死的？不是他们藏得不够深，而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早已把底牌摊在了桌面上。在职场聚餐上，默默坐在角落，不敢主动举杯；在合作谈判时，即使被压价也只会低头妥协。人际关系中，宁可自己吃亏也要成全别人。过去，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，感受过被恶意对待的滋味，那种明明付出了却得不到相应回报的失落感，那种明明有想法却不敢表达的憋屈感，那种看着比自己能力差的人却因为会来事而步步高升的无力感，我都曾深深体会过。所以今天，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，为什么老实人这么容易被识别并且被欺负，又该如何在保持本心的同时，不再被轻易拿捏。老实人的行为模式写满了好说话三个字。人的行为会释放明确信号，但很多人习惯性的行为选择，恰恰在向外界传递我好说话的信息。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，部门里有个老员工小李，人人都说他老实。每次部门有什么杂活，领导一开口，他就立刻应下。同事有事请他帮忙，他从不拒绝，哪怕自己手头工作已经堆积如山。有一次公司年会，需要有人负责场地布置，这活儿又累又不讨好。领导在群里一问，没人吭声。最后小李又默默地站了出来，我来吧。表面上看，小李是个好同事、好下属，但实际上，他的无底线应承正在向外界传递一个危险信号：我没有边界，你可以随意使用我的时间和精力。就像菜市场里，商贩总会给不讨价还价的顾客报高价，因为人的行为一旦形成不拒绝的固定模式，就会被外界视为可随意突破的对象。没有边界感的善良，最终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廉价。无原则的付出，只会让自己变成随手可得的工具人。人际交往的本质是价值交换，没有底线，或者有底线不能守住的人，相当于自动放弃了议价权，在关系中逐渐沦为工具人。我有个朋友小王，是设计行业的自由职业者。刚开始接单时，为了赢得客户好评，他总是提供远超合同约定的服务，客户要求修改2次，他愿意修改10次。客户临时加需求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。客户要求加急，他熬夜也要完成。结果呢？客户非但没有因为他的超值服务而感恩戴德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提要求，甚至开始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标配。更讽刺的是，当小王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拒绝一次无理要求时，客户竟然给了他一个差评，说他服务态度变差了。所以，不要再试图通过过度服务换取认可，比如工作上主动加班替同事顶岗，或者在人际关系中过度无底线的付出。这种行为反而让自身价值被低估，让别人永远觉得在你身上有便宜可赚。真正有价值的人靠成果证明自己，而老实人常陷入做得越多越廉价的恶性循环。
当你习惯性的多做一点，别人就会习惯性的多要一点。在职场中，老实人往往有个共同特点，被动接受一切安排，很少主动争取或表达不满。曾经在一家公司，有2位能力相当的同事 A 和 B。A 是典型的老实人，从不主动请缨重要项目，分配到什么任务就默默完成什么任务。B 则不同，他会主动向领导表达对核心项目的兴趣，甚至会婉拒一些边缘性工作。1年后， B 已经成为团队骨干，负责公司最重要的客户，而 A 仍在做着那些基础性工作。明明2人能力相当，差距却越拉越大。这就是被动接受的代价。当你习惯性地把选择权交给他人，你的职业发展也就被他人掌控了。人生的主动权从来不会自动掉到被动者手里。不敢争取的人，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实人的语言习惯暴露了低攻击性。做人不能太软，毫无攻击性的人就像假花，好看却没活力；但也不能太硬，逮谁对谁只会把人都吓跑，自己落得孤单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带刺的玫瑰，既有扎人的尖刺保护自己，又有迷人的花香吸引别人。而老实人确实缺少这种攻击性，他们往往有3个特点，让他们看起来毫无攻击性。1、说话太直接，缺乏策略性表达。讲真话，直来直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品质，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察言观色，高情商的表达。记得有次部门聚餐，新来的女同事精心打扮，问大家她今天的装扮好看吗？大多数人都礼貌地夸赞，而老实的小张却实话实说，这个颜色显老气，不太适合你。虽然他可能是出于好意，想给出真实建议，但这种不加修饰的直接表达，却让女同事当场尴尬，整晚心情都不好。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之时，也不愤怒。这种过度忍让的态度，反而会让对方认为你是可以随意对待的对象。老实人需要明白，适当表达不满和愤怒，是维护自尊的必要手段。真话不一定要全说，说真话不一定要直说。情商高的人知道，真相可以包裹在善意的表达中，既不伤人，又不失真。2、不敢表达诉求，习惯性弱化自我需求，想要涨工资，却不敢开口；工作被抢功，也不敢争取；被安排额外工作，明明已经很累了，却还是说没问题。老实人习惯用没事、随便、都行来回应，久而久之，别人自然不会重视他们的需求。我有个朋友小陈，在公司工作5年，从未主动要求过涨薪。当同期入职的同事薪资已经翻了1倍多时，他的工资只比刚入职时高了 20%。 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争取时，他说领导会看到我的付出的，到时候自然会给我加薪。结果呢，领导确实看到了他的付出，但也看到了他的好说话，于是在有限的薪资预算中，优先满足那些会叫的员工，而把小陈的需求放在了最后。社会心理学家指出，不敢提出需求的人，在合作中更容易被边缘化，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关注隐形需求。这个世界不会奖励沉默的付出，只会倾听有声的诉求。你不说出口的需要，永远只是你一个人的心事。3、缺乏情绪表达，
习惯性隐忍，受了委屈，老实人习惯憋在心里，遇到不公，也只会默默忍受。他们以为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却不知这种隐忍，反而让别人觉得他们好拿捏。比如，面对指责，老实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解释。例如，被批评工作进度慢时，会强调客观原因，因为临时加了很多需求。这种解释型沟通模式，本质上是在为对方的指责找合理性，反而强化了自己的错误。高效沟通者懂得用事实回应质疑，按照原计划，项目下周完成，新增需求需要额外2周时间，我已经在加班推进。这种回应既陈述了事实，又不卑不亢地表明了立场。而老实人习惯用自我否定式的解释，暴露了内心的不坚定，让对方更加确信自己的指责是正确的。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之时，也不愤怒。这种过度克制的态度，会被解读为软弱可欺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适当表达愤怒情绪，反而能赢得他人尊重。真正聪明的人都知道，试图取悦所有人的人，终将无人珍惜。适当的攻击性，却是吸引力的来源。老实人的感情至上，暴露了低价值感。在利益交换的社会规则里，老实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在价值分配中的弱势地位。老实人常陷入感情至上的误区，用感情替代价值交换。我曾经认识一位自由摄影师小林，技术相当不错。有次朋友请他帮忙拍摄产品图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花了整整2天时间，交付了精修的高质量照片。当朋友随口说了句下次请你吃饭就算了结时，小林也没提出任何异议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那顿饭至今未兑现，而他的作品却为朋友带来了不少商业价值。商业世界的本质是等价交换，不谈利益的合作最终都会失衡。老实人却主动放弃了价值评估权，然后变成了免费服务。感情可以是合作的润滑剂，但绝不能成为交易的替代品。当你习惯性地用感情代替对等交换，你就已经在无形中贬低了自己的价值。在自我价值评估上，老实人往往低估自己的价值。以自由职业者为例，他们报价时常常低于市场价，认为自己经验不足，怕要价高接不到单。我最开始做的产品也是设置很低的价格，比如29.9元。这种不配的感让我在前期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幸福感。但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，定价会反向影响他人对价值的判断。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同样的红酒，标价越高，品尝者给出的评价就越好。这就是所谓的价格质量启发式。人们倾向于用价格来判断价值，过低的报价反而让客户质疑其专业能力，陷入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。更糟糕的是，一旦你建立了廉价形象，想要重新定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你如何定价自己，决定了世界如何评价你。当你不敢为自己的价值开出合理价码，你就已经在无形中告诉世界，我不值那么多。面对利益分配，老实人普遍存在不敢争取的心理。公司发年终奖时，他们寄希望于领导的公平分配，而不去主动争取。但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和运行规律，天然地利好于那些敢于自己争取的精明人。有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，
研究者让参与者2人一组分配$10，一人提议分配方案，另一人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。如果拒绝，双方都得不到钱。结果发现，当提议方提出8:2的不公平分配时，大多数人宁可2人都得不到钱也要拒绝。这说明人们对公平有着天然的期待，但现实中，老实人往往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，更不用说主动争取了。他们默认接受不公，然后在心里积累怨气，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。社会资源分配遵循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，不敢争取利益的人，注定在分配中处于劣势。很多老实人身上的所谓的佛系，实则是对自身价值不认可的表现。这个世界从不会奖励沉默的付出，只会倾听有声的诉求。老实人如何变精明？这里的精明，不是教你诈骗或者不择手段，而是教你如何通过建立边界、强势表达、量化价值和合理争取利益这些手段，来保护自己，不再被轻易拿捏。一、建立清晰的个人边界。个人边界保护着我们的精力与价值，我们的时间和能力都是宝贵资源。一旦模糊了边界，就容易被不合理的要求侵占。明确说出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我现在没时间，不是冷漠拒绝，而是在为自己的精力和价值负责。有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是三思而后应。当别人提出请求时，不要立即答应，给自己3秒钟思考时间，问问自己：我有能力做这件事吗？我有时间做这件事吗？做这件事对我有什么价值？如果3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你就有充分理由说不。我的一位读者小周，是公司里出了名的好人，经常被同事拜托帮忙做各种事情。在学习了建立边界的重要性后，他开始尝试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请求。比如，当同事临时甩给他一个紧急项目时，他不再二话不说接下来，而是平静地说：我理解这个项目很紧急，但我手头已经有3个同样紧急的任务，恐怕无法保证质量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其他人，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关键点，但无法负责具体执行。这种有边界的回应，既表达了善意，又保护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让对方明白你不是随意可用的资源。只有守住边界，才能避免成为他人的免费劳动力，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。边界感不是冷漠，而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。2、训练强势语言表达。语言是我们向世界传递信号的工具，它的力量远超想象。当我们把我试试换成我可以完成，将这样行吗改为就按这个方案做，减少可能、大概等弱化词汇，其实是在向大脑和他人传递坚定的信念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位职场新人小李，他在团队会议上总是用疑问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方案？这个想法会不会有帮助？结果他的好点子总是被忽略。直到有一天，另一位同事用肯定句重复了他的想法。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这个方案，立刻得到了领导的认可。我建议小李尝试改变表达方式，用肯定句替代疑问句，用我认为、我建议替代是不是可以、会不会。仅仅是这样的语言调整，他的观点被采纳的几率就提高了50%以上。这种强势的语言表达，会在无形中改变他人对我们的认知，让我们在沟通中更有话语权。
也能增强自身的自信心。你的语言方式决定了他人如何看待你的观点。3、学会量化自身价值。在价值交换的世界里，模糊的价值认知就像一团迷雾，容易让人看不清真相。工作成果用数据说话，明确列出服务内容和价格，能把我们的无形付出转化为清晰可见的价值。我的朋友小王是一名平面设计师，刚开始接单时总是被客户压价，后来他改变了策略，不再简单地说我可以帮你设计 logo， 而是具体列出服务内容。这个价格包含3次修改、5种配色方案、可商用授权以及原文件交付。同时，他还会展示自己过往的成功案例。我上个月为 X 公司设计的 logo， 帮助他们提升了品牌识别度，社交媒体互动率增加了 30%。这种量化价值的表达方式，让客户清晰地看到了他的专业能力和服务价值，不再轻易要求降价。这不仅是对自己努力的认可，更是与他人公平交易的基础。当我们学会量化自身价值，就能避免价值被低估，在合作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。4、主动争取合理利益。应得未得的遗憾，会在心里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。在职场中，主动汇报成果，争取奖励；合作时提前明确利益分配，看似是在争取物质回报，实则是在捍卫自身价值。案例：我认识一位程序员小张，他在公司默默工作了3年，技术能力很强，但薪资涨幅却远低于同期入职的同事。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涨薪要求时，领导惊讶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对现在的薪资不满意，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。”这让小张意识到，不主动争取的权益往往会被忽视。于是他开始定期向领导汇报自己的工作成果，用数据说话。这个季度我优化的代码减少了系统 30% 的响应时间，为公司节省了约某某万的服务器成本。半年后，他不仅获得了满意的涨薪，还被提拔为技术小组的负责人。别让不好意思成为阻碍。当我们敢于主动争取，就是在向他人宣告自己的底线和标准，从而改变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，实现自我价值的正向循环。沉默不会带来认可，只有发声才能赢得尊重。5、从老实到精明。需要重新认识自己。老实不等于软弱，真诚不等于毫无保留。真正的老实，应该是在坚守自己底线的前提下，与人真诚相处，是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，不去伤害他人，是在明白世界规则的情况下，依然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。老实是品质，不是工具，是选择，不是弱点。当你把老实从任人宰割升级为有原则的真诚，你就真正理解了这个品质的价值。很多老实人之所以不敢变得精明，是因为内心有一种道德枷锁，认为精明等同于世故、圆滑，甚至是不择手段。但实际上，健康的精明是一种生存智慧，是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，是对自身权益的合理维护。精明不是道德缺陷，而是生存能力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适度的精明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铠甲，是让善良有力量的支撑。老实和精明并非对立，而是可以共存的品质。真正的智慧是知道什么时候展现善良，什么时候保持精明，什么时候全力付出，
什么时候适度保留，什么时候选择信任，什么时候设置边界。最高级的为人处世之道，不是一味的老实，也不是过度的精明，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做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底线的人。如果你读到这里，或许你也曾经是一个老实人，或许你现在仍然是。请记住，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从老实到精明的转变，需要时间，需要练习，更需要勇气。你可能会在第一次设置边界时感到不安，在第一次强势表达时感到紧张，在第一次量化价值时感到不自在，在第一次争取利益时感到愧疚。这些都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正在打破多年来形成的行为模式，正在挑战内心深处的信念系统。但请相信，当你迈出第一步，第二步就会容易一些。当你尝到保护自己的甜头，你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老实从来不是错，但老实人无底线的善良和缺乏边界，终将成为刺伤自己的利刃。真正的善意需要锋芒护体，真正的老实需要精明守护。我们老实人需要读懂人性的复杂，理解潜规则的运行逻辑，掌握博弈的生存智慧。别让书本里的教条捆住了前行的脚步，别用传统道德的枷锁禁锢自己的选择。当善良有了底线，当锋芒融入善意，当认知匹配现实，你终将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一道自在且坚定的光。